地位之战开始，我联合全世界资本布一场大局。果然是这个。我答应你的东西已经给你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接下来阿卜杜皇子会做3件事。第一，他会去马国大批量采购食用油，目的是为了让骆驼国百姓10年内不缺食用油吃，算是大功一件。第二，阿卜杜准备去抢南阴阳国10万辆汽车的订单，一旦让他达成了，骆驼国的汽车制造业将一飞冲天。第三，阿卜杜会让人去霸国收购圣路桥梁集团，弥补国内桥梁制造业的空白，以增加在基建这块的贡献。你自己想想，如果让他促成了这3件事，后果会是什么？他的支持率会暴涨，然后成为下一任地主。接着你就会被打入冷宫，或者被他的小可爱们吃掉。皮卡尔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和恐惧。多谢你的情报，我这就去把这件事跟我的团队说，绝对不可以让阿卜杜搞成这3件事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3金是大夏的股神，就是靠股票和期货起家的，你小心一点，说不定这里面有坑。我会的。果然，全是真话的谎话才最容易让人相信啊。晚上，何超林淡定地回到庄园。你去哪了？打你电话也不接。我啊，刚刚去跟皮卡尔开房了。别胡闹，最近不安全，不要乱走。你关心我啊？我还头疼，怎么让皮卡尔上钩才能不引起他的怀疑呢？放心吧，皮卡尔肯定会上钩的，除非他不想当地主。皇子殿下，您说的那3件事千真万确，阿卜杜的团队已经开始着手做了。还好有何超林帮忙，我才能提前做好准备。是啊，如果真让阿卜杜团队促成了这3件事，再随便炒作一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马上去截湖南阴阳国的汽车订单，还有必须抢在我弟弟的人之前收购圣路桥梁集团。另外准备好飞机，我要带人亲自去马国谈判收购食用油的事情。是，我亲爱的弟弟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3天后，阿卜杜的秘书与南阴阳国的代表金圣恩秘密会面。我知道贵国的汽车资源特别匮乏，我们这边也愿意给出最大的诚意，以成本价进行销售。一方面是为贵国的交通做出贡献，一方面是为促进我国的汽车制造业的发展。价格好商量，不过必须得货到付款，而且没有定金。这个我得回去跟阿卜杜皇子商量一下。阿卜杜的人前脚刚走，皮卡尔的人后脚就来了。金先生，我们这边不但愿意答应您所有的采购条件，还愿意把采购价格定得更低一点。如果金先生愿意把订单交给我们，返点什么的，自然是少不了的。本来我就没打算付钱，没想到这边的冤大头居然还要给我送钱，那就按皮卡尔皇子说的办吧。很快，金圣恩签完合同，带着返点离开了。皇子殿下，订单已经被我们拿下了，一切尽在您的计划之中。又过了2天，皮卡尔的人直接以双倍的市场价值收购了圣路桥梁集团。喂，皮卡尔皇子殿下，圣路公司已经到手，阿卜杜的人甚至都还没有赶来。做得好，我亲爱的弟弟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你距离地狱只有1步之遥了。奥克，马国的食用油大王郭家要在几天后举行一场拍卖会，你怎么看？我认为我们不仅要参加拍卖，而且要在拍卖会上把马国所有的食用油存货全部买下来。奥克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如果拍卖的话，恐怕3万亿都拿不下来这么恐怖的订单，预算得朝着3.5万亿，甚至是4万亿去了。一旦食用油价格暴跌，那我可就成骆驼国的罪人了。即便是我们买了1万吨的食用油，马国也不可能一口气全部交付起，这个时间可能是半年，也可能是1年，总之时间绝对很长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垄断市面上的食用油，到时候我们想定多少价格就定多少价格，南西人、日落人他们想买就必须花高价。只要皇子您打败了阿卜杜，这些油何必便宜那些老百姓？咱们自己卖了不香吗？这就是一次稳赚不赔的大买卖。奥克打死都想不到，这是3金找全世界资本势力一起当演员的大棋局。这么好的局面摆在我们眼前，只要我们买下马国目前所有的存量，就能在最近半年内实现对食用油的市场垄断。即便是垄断计划失败了，那么多国家的商团不是都能接盘吗？你说的对，风险小，利润高，这一票无论如何我必须得干。另外一边，3金几人作为商团代表，跟着阿卜杜一起来到马国。皇子殿下，这几天皮卡尔那边如何了？全部如白龙王大人您的预料，订单被抢走了，圣路集团也被皮卡尔斥巨资收购了。皮卡尔的团队也没闲着，他们这几天跑遍了全马国，联系了除了郭家以外的大众直户，从他们手里高价买下所有的食用油现货。郭家的产油量那么巨大，他们怎么还在外面买油？不用想了，皮卡尔的团队恐怕是想玩垄断，先有存货全部收购，之后产出的期货也全部买过去。皮卡尔起码能在未来半年内实现短期垄断。我这个大哥可真是好算计啊！能争地主的人没有一个是善茬。如果目前的状况不是我一手操控出来的，而是真实的，我恐怕也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招数。可惜没有如果，他们是被你摆出来的迷魂阵给迷住了，才下了这种错误的决定。所以还是金总您棋高一招了。我也没想到皮卡尔能这么容易的上钩，我还想了好几套备用方案呢。
很快到了郭家拍卖会的日子，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势力齐聚于此。演员已就位，就差今天的主角了。没多久，皮卡尔的手下们也乔装打扮好进来了。你们等会看好了，谁也别想在我面前带走一滴油。想必诸位也知道，最近食用油市场供不应求，所以为了公正公平，我们用这场拍卖会来拍卖我们现有的5000万吨食用油库存，以及接下来几年时间的食用油期货。这些库存以1000万吨为一组，分为5组拍卖，数量有限，价高者得。每组的起拍价为600亿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万。现在我宣布，第一组1000万吨食用油拍卖开始。610亿。阿卜杜皇子，都说你们骆驼国富的流油，一次加价就这么点吗？650亿。我们兰溪商团出价680亿，毛熊商团出价700亿。几大商团打得相当火热，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局。800亿。800亿，这个价格已经创造了食用油有史以来的新高了。阿卜杜皇子出价800亿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800亿1000万，你故意找茬是吧？是又如何？我就是来抬价的，有本事别跟。810亿，811亿1000万，850亿。阿卜杜一开口，现场一片哗然。郭年此时已经激动得全身发抖了。阿卜杜皇子报价850亿，还有没有出价的？还有没有？850亿1000万。皇子殿下，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，可以了吧？阿卜杜也觉得价格太高了。正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，三金开口了：900亿。此言一出，现场一片寂静。白龙王大人，您是不是太冲动了？这个价格高的离谱啊！万一我大哥他不跟，咱们岂不是惨了？无妨，他不跟，这批货大不了我吃下来。与此同时，远程操控的皮卡尔脸色难看至极。价位太高了，第一组我们放手，后续几组再看情况出手。900亿，还有再高的吗？900亿第一次，900亿第二次，900亿第三。等一下，一组一组的拍卖太麻烦，我还赶时间。按照第一组的拍卖单价，后续的所有食用油我全要，不必再继续拍卖了。凭什么你全要了？这不符合拍卖会流程。拍卖会价高者得，难道你们能出比我更高的价格？出不了价，那就按我说的做，这也是给你们省时间了，不是吗？一时间，昂科等人也不知该如何反驳了。皇子怎么办？要不要出手？皇子不能出手啊，价格这么离谱，全吃下来风险太大了。是啊，真吃下来，我们团队的资金要被耗得一干二净，出任何差错都没有后路可走了。奥克，你的意见呢？按照原计划进行，跟进加价，高价位吃下所有的货，实现垄断之后，再以更高的价格抛出去。你的意思是我们要跟进抬价吃货？按照我的计算，这是最优解，除非全世界的资本都在演我们。好，昂科继续加价，如果对方还继续抬价就放弃。此时阿卜杜的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了，搞不好药丸出事了。我出9100块1吨。昂科的话让阿卜杜终于松了口气。真神保佑，一切尽在白龙王大人的掌握之中。昂科先生出价9100块1吨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9100第一次，9100第二次。郭年一边喊价，一边还期待着三金继续出价。9100块第三次，成交。我们赢了，哈哈！以后骆驼国就是我们的天下喽。通知一下在座的各位，除了郭家的货之外，马国还有其他一些小产油国的散货全都被我们团队买下来了。现在我们商团已经对食用油市场完成了垄断。垄断？那岂不是说想买油就只能在你们这买了？哈哈，答对了，想要油，带着你们的钱到酒店去找我，数量有限，价高者得。昂科几人走后，现场爆发出一阵冲天的笑声。这群傻老还真以为自己赚了，高位吃下那么多货，也不怕自己被撑死。我们国家的库存都够吃半年的了，你垄断半年有啥用？郭年顿时瞪大了眼睛。这些商团居然全都是演员。金会长，请向鸿蒙会成员交代下一步指示。请会长指示。各国皇室的公主、首富居然对一个大夏人如此的恭敬，福德正神在上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食用油期货的泡沫已经临近破裂了，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出货平仓。话音落下，在场众人同时打电话，下令抛售食用油期货。大家这几天回去先不要庆祝，好戏还没落幕。国家主，刚刚的事情，烦请您不要跟任何人说。啊，什么事情啊？我老头子老眼昏花，耳朵还不好使，什么也没听见，什么也没看见。如此甚好。看着三金渐行渐远的身影，郭年又惊又惧。一人喃喃，群山回响，此子怕是要当这个世界的王啊！